假日情侣约会。现在两只狗狗在下面。大家应该认识吧？一只酷比，一只塞塞。然后我们今天在约会，所以我们自己还带那个桌子，还有野餐垫，然后中途还买了食物。这下午这样好惬意哦，还不错哎。阳光，它的舌头上面都会亮亮，有口水，还有阳光，好好笑。可爱。 We could stay to watch the sunrise, cancel all our plans. We don't need a reason why we just 好好吃 can't. 哦。它看起来好想吃啊，想吃吃不到，好可恶，可怜。人类真过分。隔壁，今天真是舒服的下午，然后刚好快接近中秋节了。其实我们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开启新的单元了。叫什么？这新的单元叫什么名字吗？叫做男男恋爱指南。什么意思？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受众是女性嘛，对。可是这些女性们有时候真的不太能理解说，为什么 gay 或者是同志圈中会有这些举动或行为，或者是这些专业的术语。所以我们要来做一件事情，是告诉大家说，这些是代表什么意思，让大家更了解我们这个生态是怎么样子的。好，对。然后今天的第一篇，那只狗差点冲出去，回来，它太兴奋。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男男恋爱关系中常常会用到的一些常用惯用字语。对。因为很重要的是，我们很常会使用这些东西，可是其实很多其他外界的人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对，所以我们可以来解释一下，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应该说很多女生她们会看 BL 剧，对，然后她们其实不太知道男男之间真实的恋爱会有怎么样的对话跟关系。所以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平常如果你在你的朋友之间对话间听到什么东西，那代表什么意思？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讲的现在是否台湾的生态。对，所以如果你觉得有一些文化上的差异或冲突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留言分享，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很想了解各国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对，那我们来开始吧。好，我们第一个要讨论的题目就是关于身材的用语，我觉得这有一点现实。而且你们应该听过很多吧？你有没有听过什么？犬嘛，狗，还有猴子、狼、熊的。好，我们就一个一个跟大家介绍。好，男同志有时候被说很刻薄，就是因为在自己的圈子里面还很常去用一些标签去形容别人。对，所以我们今天是用客观的角度去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这个圈子里面或者男男恋爱里面会有哪一些字语，而不代表我们平常真的会用，而是普遍来说是蛮常见的东西。主要是我们讲这些字语的时候，当你听到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别人在讲原来什么意思，这个什么意思啊？对啊。好，来，所以从身材，我们先从瘦到比较大的体型开始一个介绍。所以第一个最瘦的是猴，就是猴子。猴子可想而知，它就很瘦。对，就有点像是几乎没有肉了，很像骨头。对，其实猴跟犬就是狗狗的这一种类型的话，大家很容易搞混。有吗？我觉得很容易搞混，因为大家不知道说，其实它可能长得很，觉得可能很可爱，可是它明明就是，我觉得它有点太瘦小了。狗狗长这样哦，狗狗在这里啊？不是，可是我自己对这个的理解是说，猴子其实偏骨感。对，可是狗狗其实它强调不是骨感，它强调是脸是有点犬系、可爱、萌萌的感觉，就比较惹人疼的感觉，然后个性温驯一点。对，我也觉得不一定要惹人疼的，有些很温暖的狗狗，我觉得它也是狗狗。可是温暖的狗狗，应该说这个就比较偏向个性一点。对，可是如果以身材来分的话，猴子的话是比较算形容身材的。对。好，那如果再往上一点的话，是什么？就是狗啊，犬啊，对，然后犬接下来还有一个是。有人说是豹，豹我自己是没有听过。豹什么？豹有人讲说是，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狗狗是可爱型嘛，那豹在往上面也是它比较有肌肉，可是它的肌肉又不是到那种壮，是它有一些线条，可是那线条没有到特别明显。东西掉了、豹是指海豹吗？
不是不是海豹，是猎豹猎豹。哦，海海豹豹这样子，海豹有点搞笑哎。就豹比较少听到。哦，对，嗯，反正是有人分类的啦。哦，这个都是偏向有人去把它做特别某一个，比如说它原本是可能是狗，可是狗之后它又细分说还有一个豹，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对豹感觉比较像是那种比较有野心一点，比较有侵略性。侵略性。那没有，那你听下一个更有侵略性。狼下一个是狼，嗯，狼你一定听过吧？狼的话，我觉得我对它的理解是它非常壮，比较壮一点。就是要很有，就是身材很好。然后通常比较有男子气概一点，对然后很有可能会蓄胡，对，哦我都被讲完了，有可能。我都被讲完。这个超，可是这听起来超刻板印象的，就是蓄胡啊，然后身材精壮。通常的形象就这样。可是我必须跟大家说，其实狼是所有里面最主流的。我说主身形啦对没有，我说主流也是男同志最喜欢的类型。就是有健身的，身材是好的那种，看得出肌肉线条。对，可是我自己对狼还好。嗯，好，再下一个是金刚。金刚金刚的话就是特别壮，超级无敌壮。啊，巨石强森啊，哦，对，那个就是金刚，我觉得他真的是超壮的，嗯，就壮到不行。就像拳击选手。好，这是另外一个类型，就是壮到很极端的。对，然后现在目前都是以比较肌肉型人为主。那如果肌肉比较少的话，下一阶段是熊。哦，熊就是他虽然肉肉的有点身材，可是在这个底下他还是有肌肉，他还是可以跟你搏斗。所以熊通常就是那种可能是胸肌很大，可是可能肚子也比较偏大这一种，那也是有点身材，有点小肚子的。对，通常是抱起来很舒服，有些人特别喜欢很温肚子暖的这一比较大的种。对。他是小熊了是吗？好，可是熊接下来上去，我觉得这个就偏没礼貌。这就偏比较羞辱人，这叫猪。可是，然后有些人会说，有些人还说自己是肉壮型或是肉熊，但其实他们觉得他比较偏向猪，因为不想要用这，因为他们不想要用这种词来形容自己啊，就不好听。因为猪通常普遍的认定的印象就是比较偏负面。那我们叫你小猪，会不会有人觉得说你真的很棒？我没有在羞辱他哦，他只是我们是因为他爱吃爱睡，对，爱吃爱睡加很可爱。哪有爱睡啊？今天你们这样还睡比较晚。没有啊，你今天午休回来不是在继续睡觉？我还睡午休一定要睡20分钟吧？好我8点就起床哎。好啊，这个没有什么好吵的，我觉得。好，这不是重点。这是一些以身材来分类的动物形容词。没有，还没有，你还少了一个。我觉得这个是最羞辱。不是，这个是里面我觉得最严重的一个。可是讲起来真的蛮好笑的。有人说是瞎子。好，大家先猜看瞎子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瞎子？来，给你们3秒钟。瞎子是什么？2、1。瞎子就是他有身材，可是头必须剥掉，不能吃。他的身体可以吃，可他头不能吃，所以代表说不看脸，可是下面看起来很可口。他外貌不好看，就是脸不好看，可是身材好，而且还不错啊，因为身材很好。可是就不想要看到脸。到底谁想要出来这种词？真是我觉得蛮有创意的。我觉得好好笑。我自己听到我也笑出来，因为我自己平常其实不太会用这种用语的。但我觉得那虾子还蛮不错的啊，因为它是有头脑的，至少还是好吃的。它有头脑，可是头要被扒掉，因为有些人会吃头啊，所以它是当然有内涵的。你也解读好，硬解读好。我上次在上课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 gay， 然后就问说：“你知道虾子是什么？”我知道啊，我就跟他形容词，然后他觉得很好笑，因为她是一个女生，她在外面听到，她觉得这形容词很好笑，很贱，笑很久。对，好，所以这是用动物来形容同志的一些用语。所以还有很多很细致的啊，什么熊，还有什么那个猴子里面还有分什么狒狒什么，那个就是太细致，那个我们就不列入讨论，因为我觉得那个太复杂了。那大家可以去脑补说那是什么画面这样子。Praying for a soul that betters than mine. I knew it from the start. Together, not apart. Our love's a steady heart. 对，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用语是，比如说2个人很常讲什么，哥哥弟弟，有吗？我觉得没有啊，哥哥弟弟很常讲我觉得很老派真的吗？我很常被叫哥哥很可怕。叫哥哥，我也会叫我也会叫路上不认识的阿姨叫姐姐啊。这样，它是指同志间的哥哥弟弟，是有点偏向撒娇了。对，可是我觉得那应该是我10年前比较常听到的，现在的人好像比较少叫。你嫌我年纪大是不是？
你现在还在用的话，那真的蛮大。我没有用啊，我只是说我会被叫而已，或是哥哥干我，类似这一种。你可以叫弟弟干你啊。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就是倒过来也可以，但也可以，类似这样为什。么不要叫 baby 干我就好？哦，也有，可是他有些就不是他 baby 啊。在一起只会叫对利曼哥哥啊。以后我会叫爸爸嘞。对啊，Daddy， Daddy 是另外一个定位，那就跟哥哥弟弟无关。对啊 Daddy 比较，我会叫爸爸的。就是比较偏撒娇啦。对啊，然后他们是朋友关系的那种，或是暧昧关系的，或对炮友关系。反正我们现在是要讨论用语嘛，我们只是把这些用语提出来而已。我好像比较少听到这个。哦，真的哦。我也比较少，比较以前才会听到。好的，两位。啊，是撒娇啦，哥哥弟弟。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部分，是说在这个角色分类上，我们现在讨论的角色分类上，像我们刚刚讨论哥哥弟弟嘛，哥哥弟弟，我觉得有些人会把它套在角色分类上，比如说弟弟就是有可能是比较0号。对0号，你看你讲了一个专业用语0号，大家知道1号跟0号吗？像台湾是讲1跟0，就是用数字来表示。那为什么叫1呢？大家想一根，对。那为什么叫0呢？一个洞，然后0就会被1插进去。对，好，就是这样。对，所以台湾是用这个来形容比较多，那国外比较多是用 top， 就是1号，然后跟 bottom 是0号。对，那在这之间也有一个中间点，就都可以的。这个我们会说是不分，对，不分。然后没有也会叫0.5啊。哦，有一叫0.5，对。然后女生像腐女，她们看一些 BL 漫画比较多，会是用攻跟受来形容。对。所以不分，他们好像比较少听到，对不对？因为在漫画里面好像都是很极端的两个角色，一个就是攻，一个就是受。然后他们也会直接说，那看起来就是攻啊，那看起来就是受。对，但是在我们真实的世界里面，其实有很多是游走在中间值的。对。所以除了0.5以外，你可以在0到1之间，你可以是0.9、0.95或者是0.3都可以。然后还有一个用语，很常别人讲说我是不分偏1。对。不分偏什么？那这时候又可以套，你是0.6、0.7、0.8、0.9，你可以自己去想。不是0.01，你才0.01啊？保险套，那是保险套的。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用语是大家可以自己去创造的，这也没有一定，真的没有一定。但是你可以自己去选，说你自己的定位在哪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能很困惑的是1069这个东西，10的话就是指抽插这件事情。我们就在羊的那支影片，不是讲1069的羊？对，大家可能想说1069是什么意思吧？对，好，10就是抽插，就是真的是做爱的那种抽插。然后69的话，一般的情侣也知道吧？因为男女也会有这种姿势。对啊，这个有啊，这专门的特殊姿势啊。那你要示范一下。好啦，所以1069就是比较色色的一个数字，一组数字而已。对啊，反正69就是倒过来，一个人头在下面，一个人头在上面。反正这4个数字主要在讲说性行为的姿势。对，好，所以我们有些同志看到觉得哇好特别哦，比如说有人看到某些车牌1069，我们就会会心一笑。你觉得这车主一定是？大家对这个数字很敏感。对，大家会对这个数字比较敏感。如果在台湾的话是这样讲没错。好，那你刚刚讲什么？我刚刚讲一个是比较特别的 side 这个通常比较少出现，也是这几年才有人提出来的。side 这个是比较类似说，我自己对性行为没有特别偏好，就是我可以自己来，可是我不喜欢跟别人发生性行为的人，那我们就会叫他 side，就是他是站在旁边的感觉，或是不喜欢被触碰身体，或是喜欢，应该说不是不喜欢被触碰，应该说不喜欢依领的人，对。应该这么正确来解释说，side的应该是比较偏向说不喜欢依领的人，可是他可以做其他性行为也 OK，对，没错。所以这是关于角色跟性爱比较相关的字词，学会了吗？ For a love that makes the old feel new. All I ever needed was a life with you to know that I. 我再教大家一个，我觉得也是有点没礼貌的说法哦。这样，阿姨，阿姨，我们通常会称呼圈内那个辈分比较高、比较年长的同志然后偏女性化的、女性一点的。那我也可以多分享2个。哦，你有很多，那么多。因为像前面不是有讲到说，就是分那个就是动物角色嘛。对。我有听到一个也很好笑，它叫那个女王蜂。什么是女王蜂？女王蜂就是姐姐的角色，可是她是1号。
你知道吗？就是女王风 Queen Bee，对，因为她是会插别人的，可是她是女性比较多的。哦，应该说她是女性外观比较强烈，对比较偏阴柔化的人，可是她居然是当1号。对，好所以她女王风。还有另外一个，然后也是比较偏就台湾原住民专有的词，就是阿都。哦，阿都对，阿都有角色的关系吗？没有角色关系，他是在指说同性恋的人。哦，对，所以你可以听到说台湾人啊，如果在就是原住民他们一群，如果在比如讲到一个笑话，觉得很好笑，或是说比如说就要指一群人，你看他们就讲，你看那边有一群阿都，哦，对，不然就讲到一个好笑的笑话，就是阿都，对。好，然后他刚讲到那个老阿姨，有些人会特意加老这件事情，好过分。可是通常不是去形容别人，而是男同事会自己这样子来讲来自嘲。就是我们是老阿姨了，根本不想去酒吧，你们年轻人会做这些事情。阿姨不会想去了啦。对，他们通常是拿来形容自己，可是这些人其实才30出或是40出而已，还是很年轻。我觉得应该说这个生态男恋中，我觉得大家要有个概念是，我们的竞争其实非常非常激烈的，我们的竞争不亚于异性恋的竞争，而且是我觉得是更有那种摩擦跟冲突。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会把这个角色分那么细，是因为每个人他对他自己的身材跟外貌跟还有那种你偏男性偏女性都很多焦虑在，所以大家只要把这个有点类似说把标签贴在自己身上，然后让大家比较好快速去辨别说你是怎么样的人，然后我可以快速交友的感觉，是这样子吧？这样，这样，后面那个在叫他做特技，然后都没有用，没有用，他叫吉祥师而已。那我们回归一下比较客观的角度，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件事情就是比较偏向外面收集来的资讯，但是有些是真的实际上会在我们的圈子里面发生啊。圈内男同志很爱讲说圈内或是圈外，就像是艺人一样，艺人会说他是艺人的话，就是我们圈内人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有一个隐形的圈圈的概念，不是像 comfort zone 的感觉，有点像是有个包外在的东西，我把你跟别人区隔开来，异性恋跟同性恋。对，就分族群了啦。对，然后以前人会说，你是圈内人嘛，就是你是不是 gay 的意思？对，现在好像比较少听到，因为现在大家蛮做自己的，在台湾啦。对，其实我觉得跟开放度有关系，因为以前会觉得说，你是圈内嘛，就不好意思直接问说你是不是 gay， 对，所以就问说你是不是圈内人。然后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不一定是每个人都会用的，而是这个社会比较慢慢演化出来的一个趋势，或是常用用。然后我们也没有鼓励大家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或是我自己本身不喜欢标签嘛，对，所以你也不需要被这些标签贴上去，或是认同这些标签，就是自己舒服就好。对，那我们今天就是分享给大家知道，应该蛮有趣的。那如果你觉得今天我们分享的资讯很有趣的话，你可以再留言给我们说你想听到什么其他相关的方面，像是我们下次可以分享交友软体，或者是在床上之类的床上干嘛？的用语。有很多细节啊。你好奇什么可以跟我们说？应该说我们现在就要帮大家来讲说男之间恋爱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对，但我觉得我比较想听到说，你像是你们国家有没有你们常用的，像是跟我们台湾一样这种常用的术语？好有趣，我蛮好奇，我超好奇的，给大家留言跟我们讲，来跟我们分享咯。谢谢各位咯，我继续吃东西，拜拜，拜拜。今天跟大家说拜拜，拜拜。另外一只，我们另外一只，跟大家说拜拜，拜拜。 life without you. Without you. I wish you were there for that. 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好笑的是，他要把它写在日记里面。我记得他那个日记念给我们听，我们觉得超好笑。他说：“今天让我最惊讶的事情是，原来做学是你。”我觉得超好笑。我自己觉得我现在是